我叫韩石，今年24岁，是一名摄影师，男朋友叫李记，是一个医生。我们从小就认识，从一个孤儿院长大。和男朋友在一起已经很多年，我俩从小就没父母，在外市刚买了房子，打算今年年底结婚。在网上冲浪的时候，看到论坛上有人在爆料5天之后会有病毒爆发，人类灭绝，下面的评论有不信的，有嘲笑的。没过几分钟，这个帖子就不见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隐隐感到不安。这几天天气很反常，天空偶尔会传来几声轰鸣，但是新闻说是正常天气现象。我打开手机查看余额，加起来大概有30多万左右，李记银行卡也有40万。我是一个有囤货意识的人，平时不出门就在家 P 图，家里也会买很多食物。这个小区是新建的高档的小区，房子刚装修完不久，离市区较远，买的是30层顶楼32厅2卫，还送了楼上的整个花园，安全系数很高，是一户一体。想要上30楼，必须要有30楼楼卡才行。我是一个很注重安全的人，当初装修就和李记商量，玻璃是防盗级别，房子都是厚重的指纹门，没有主人指令根本打不开。楼顶一半面积被弄了一个阳光房，在里面我打算可以做一些蔬菜，另一半李记修了一个小型仓库，里面打算放顶楼烧烤的东西。为了方便，我们把顶楼的门口封死了，直接在家中修建了一个通往楼上的楼梯，感觉家里面积大好几倍。想了一下，还是去车库开上了家里的小汽车，打算前往离家最近的大型超市，买了40袋大面粉、50盒面条、50袋大米、50桶油，还买了一些杂七杂八的调味料。此时车里已经放不下了，没办法，李记还没下班，把这一趟物资运回家休息了一会，直接给李记打电话，让他租一个大货车。李记也没问为什么，过了一会直接打电话说他到楼下了。车上我给他说了我的顾虑，他说他也感觉到不对，最近医院很多发高烧的病人，查不清病因，我们是彼此间最信任的人。我俩心一横，浩浩荡荡去超市搬了许多东西，压缩饼干100箱，50袋各种火腿肠，杂七杂八的泡面100箱，饮料50件，真空包装的各种牛肉、腊肠更是多的数不过来，各种糖果、零食，我喜欢喝奶茶，李记拿了100箱奶茶，100箱牛奶，超市所有矿泉水，各种速冻食物，100箱自热火锅。我俩还又买了2个双开门超大冰箱，已经各种日用品、衣物、内衣内裤，每人每个季节10套，被褥每个季节10套，100箱纸巾，100盒暖宝宝，女性用品、卫生巾，李记豪横的把一整面墙都买下来了，够我用70年了。还有很多 TP、锅碗瓢盆、蜡烛、手电筒、煤炭等，又去买了好几块很大的太阳能蓄电池和电板，10几个净水器，大型蓄电池。去结账的时候，收银员惊呆了。李记说我俩准备开一个小超市，收银小姐嘴角抽了一下，找人帮我们把这些东西搬上货车。此时货车已经快装不下了。我们把车开到地下室，慢慢往家里搬。还好这个小区新建没多久，住的人不多，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个货车是干嘛的。搬了很久，终于把这些货物堆得满满当当。李记打电话给送水的地方问有多少水，对方说大概500桶的样子。李记全要了。对方虽然惊讶，但是这可是大买卖，马上送到楼下。李记就把放在电梯的水桶搬到家里，我就整理家里的货物。水是日常必需品，李记把水放在了家里的客厅阳台，堆满了后就放在了楼顶的仓库里。我把厨房堆满了柴米油盐后，在家里各个角落都放置了很多零食和速食，甚至我们把家里其中一个卧室收拾出来当小仓库存粮，把另外的2个冰箱塞得满满当当。没办法，食物和水真的是太重要了。收拾完这一切已经12点多了，我和李记草草的吃了点面包就睡了，因为还有很多东西要准备。这一夜睡得很香，早上8点李记叫我起床，今天他休假，不用去医院，而且最近医院太危险了。末世倒计时4天，我们今天又出门采买东西了。今天主要是去郊区农村采买一些种子，刚好家里的阳光房很大，就每种蔬菜都买了一点，还买了很多土、砖块、肥料、工具，又买了10多只小鸡和小鸭。楼上空地很多，可以再分出一块地方养小动物。要不是李记拦着我甚至还想养几头牛。我们又去找了个农户，订了2头杀好的猪肉和牛肉。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还去加油站买了一些汽油，铁匠铺买了几把锋利的菜刀和几把锄头。中午回到家，李记就一头扎到楼上的阳光房去了。我做完午饭上午看，他已经把土堆好，外面放小鸡、小鸭到围墙已经建好了。不得不说，李记真的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男人。晚饭做的比较丰盛，我俩辛苦一整天了，做了1道糖醋里脊，1道鱼香茄子，1道白灼西兰花，1碗番茄鸡蛋汤。我们实在是饿坏了，李记和我都吃得很香，一顿饭下来一点都没剩。看着家里的物资，楼上楼下都堆得满满的，心里十分有安全感。这些食物不出门都能吃10几年了。吃完饭，李记又上去捯饬他的小院蓄水池。我实在是太累了，就把家里的几个电脑、2个 iPad 全部都下满了各种小说、游戏、电视剧，以防自己在未来的日子太过无聊。晚上依然睡得很沉，我和李记心中隐隐不安，互相道了晚安哈，还是沉沉入睡。末世倒计时第3天，今天照例出门采买东西，但是现在新闻已经传出好几例咬人事件了，让居民尽量待在家不要动。于是我们赶紧出门买了最后的物资，打算不再出门，先去了书店买了小半车的各种书籍和本子。李记是一个很爱看书的人，然后我俩又去了药店，买了很多抗生素、日常感冒药和各种日常需要的药品。附近的药店都被扫荡一空。李记又去了超市，买了很多我喜欢吃的零食，买了几块厚厚防水的遮光帘，10几袋木炭，还有很多橡胶管子等工具。买完我们赶紧飞奔回家，把这些东西安置好。已经下午了，李记很忙碌，他一直在楼上，我也上午帮忙。阳光房已经种上蔬菜，太阳能也安好了，怕不够又多加了几块，这样万一停电也不怕了。忙碌到深夜，蓄水池和小动物的窝还没弄好，实在是太累了。2人吃了一点速冻饺子，洗漱一番，相拥而眠。末世倒计时第2天，我和李记打算不出门了。大早上的新闻又出现了很多咬人事件，并且这些病人的情况越来越不好。
医院停尸间都放不下了，这些死掉的人都瞳孔发白，皮肤发青，全身上下还有溃烂的痕迹，还有很多超市被一抢而空的新闻。还好我们已经提前采买了。于是我们俩在家里继续收拾整理东西，家里几乎已经被各种物资堆满了。我把家里有窗户的地方都安装上厚厚的遮光帘，就算开灯也看不见这屋子里有人。李记还是负责老地方，继续修缮蓄水池以及水净化的问题，就没感觉李记有什么不会的。在印象中，李记一直在照顾他，两人这么多年一直过得很平淡，但是很幸福，是彼此的家人。想着想着，就上楼给正在安水管的李记脸颊上一个吻，上面还有汗水。李记笑道：“笨蛋，我脸上还有汗呢。”我鼓励道：“季季加油，季季最棒，我去给你做好吃的哦。”李记温柔地笑了。我下了去了厨房，给他烤了一些蛋挞和鸡腿，又做了一个披萨。到了晚上，一切都准备的差不多了。2楼没有安装电灯，只有楼梯口传来楼下微弱的灯光。漆黑的夜中，我俩在2楼看着整个城市，天空黑压压的，感觉一场大雨即将袭来，空气有种压抑的气氛。城市灯光点点，却静悄悄的，像是蛰伏在深夜的巨兽。风很大，李记拉着我进了屋里，没过多久就听见外面狂风大作，电闪雷鸣，雨点噼里啪啦的下了起来。这一夜睡得很不好，迷迷糊糊我听见一声凄厉的惨叫，响彻了整个夜晚。末世来了！我和李记被吵醒，根本睡不着，掀开遮光帘一角，什么都看不见，夜太黑了。打开手机，一条医院停尸间死人全活了并且咬人的微博上了热搜，并且有人发现被咬的人也会在短短几分钟变异，微博炸了。我们小区住的人比较少，但此时也听见了外面骚动不安的声音和尖叫声此起彼伏。我很害怕，李记再次检查了门外被封死的消防通道，确保不会有人，又把大门重重锁上。我俩坐在沙发上不停看着手机，各种群已经炸了，群里面很多人在恐慌，怎么办？去了超市根本抢不到菜呀。这个时候，电视和合作软件被政府霸屏，出现滚动的红色的几个大字：紧急情况，不要出门，等待救援。这几个字一直在循环播报。这一夜在惶惶中睡着了。第二天，我是被手机滴滴滴的声音吵醒的，手机里面的各个群都炸了。小区很大，但是群里就100多个人，我们这一栋楼的住户不超过10个，隔壁住户目测也不超过30个。有人说自己昨天去超市啥都没买到，家里食物不多，能不能有好心人帮忙？还有人说家里孩子高烧，丈夫出门了就没再回来过，外面全都是吃人的丧尸。这个时候，一个黑色头像的消息在群里格外刺眼。我昨天看见12号楼地下室有一个很大的货车，应该是有人买了很多东西。我心咯噔一下，还好不知道是多少楼，现在这情况也总不能贸然跑来。群里炸开了锅，还有人求求我们分他们一点，更多的人在群里哀求。我把群屏蔽了，心沉了下去。我不敢告诉他们我家有多少东西，在这个末世，善良很容易害了自己。我现在能做的就是照顾好李记和自己，在这里好好活下去。拿出家里的望远镜观察了一下小区附近，李记指着不远处道：“阿石，你看。”我顺着他指着的方向之间，一个穿运动服的男性背对着他们，行动迟缓，身体扭出一个诡异的弧度。突然，他转过头盯着我们这个方向，我和李记吓一跳，马上掩上窗帘。卧槽，这个人已经不能用人来形容了，两只眼球只剩一只，露出空洞的血肉模糊的肉洞，身上都是鲜血皮肤，全是青紫瘀斑，别提有多吓人了。李记见我被吓得脸色惨白，给我热了一杯牛奶巧克力。没事的，阿石，一切都有我在。李记的声音就像有魔力，心中恐慌被驱散不少。我喝下热乎乎甜滋滋的牛奶，不再去看窗外。此时是早上8点半，我去了厨房做早餐。倒不是李记欺负我，每次都要我做饭，而是李记做的饭真的一言难尽。有幸吃过一次，就再也不打算让他做了。自然，洗完的活就落在他身上了。早餐热了一下之前买的速冻烧麦和煎饺，李记冲了一杯豆浆，两人不紧不慢地吃了起来。吃完饭，李记去洗碗，我在家里的跑步机上跑了10来分钟，就躺在了沙发上。李记看了我，无奈地摇了一下头，我假装无视。李记也跑了一会，下了一夜的雨。我俩一起去楼上看了一下阳光房和小鸡，楼上的防水做得很好，蓄水池也蓄满了很多的水，旁边的水管通往楼下的浴室和旁边的阳光房，是已经净化过的水，此刻也已经蓄满了水。小鸡们被围在一起，打了一个比较大的窝，粪便刚好可以当做蔬菜的营养。阳光房里不受外界影响，保持着合适的温度，种子们有的已经露出了一点小芽。我瞬间就觉得，就算一辈子不出门，好像问题也不大。回到屋子，我俩趁着还有水电，赶紧洗了个热水澡，然后李记在窗边放哨，观察着周围。我则去厨房做了一大锅火锅，味道很香，里面有我爱吃的五花肉、肥牛、年糕和李记爱吃的虾，整个餐厅都是这个味。李记贴心的给我开了一瓶可乐，他知道我最喜欢这些了。吃饱喝足，我又开始在窗边拉开一个小缝，看外面的情况。似乎这些丧尸对声音很敏感，一户人家的小孩哭个不停，丧尸就朝着声音的方向跑过去了，只听见几声尖叫和呜咽，几分钟就没有了声息。我叹了口气，静静观察周围。在家我们都很小心，虽然楼层很高，而且没有邻居搬过来，但是也生怕发出去太大声音。目前来看，我家还是比较安全。我和李记日常也不会无聊，偶尔一起打打游戏，看看书，做一些双人运动。我热衷于给李记做美食，一个星期下来，他胖了几斤，需要天天跑跑步机来保持身材。李记长相不是那种帅的人，但是他很温柔，性格很好，给他清秀的眉眼添加了一丝别样的感觉。我们感情也非常好，认识20年，在一起5年了。末世降临1星期后，水电气网络陆陆续续的断了，家里的太阳了蓄水池也派上了用场，生活和之前一样进行着。这个时候，一般人家的家里存粮还是够的，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等待政府救援。最近天气陆陆续续转凉，天空中甚至下起了冰雹，家里的门窗全部都封闭着。李记给我们睡的床上和沙发上加了2床厚厚的棉被，我缩在里面，依然寒冷刺骨。李记不放心楼上的小鸡仔，把它们全部都转移进了阳光房，给它们搭了一个临时小窝，免得它们去吃刚刚长出嫩芽的植物。回到屋，就发现我脸色苍白，浑身发烫的缩在被窝里。
李记有些着急，摸了一下我滚烫的额头，连忙找出了我们之前去药店扫荡的药。他是医生，约莫找了一些感冒药，就着温水送入我口中，摸着我的头温柔地说道：“叫你每天偷懒，跑步机就跑一会，体质这么差。”我朝着他温暖的手蹭了蹭，沉沉睡去。天空很沉闷，灰扑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奔跑，身体很累很累。一个丧尸追在我的后面，越来越近，我的脚越来越重，眼看就要咬上我了。李记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挡在我的面前。丧尸咬在他手臂，李记拿出一根大钢棍，狠狠朝丧尸砸去。我眼泪瞬间就下来了。李记转过头朝我笑了一下，把手上的伤口背在背后，还是很温柔的朝我笑了一下。阿石乖，赶紧跑，我在后面替你挡着。他见我不动，强行拽着我跑到一处地下室门口。李记明显要坚持不住了，他用力打开门，把我关了进去，再拿一把锁和自己的手一起锁在了门口。远处黑压压的尸潮正在朝这边跑来。快跑！李记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道。我的眼泪控制不住往下掉。很快，两个丧尸扑在李记身上啃咬。李记站在门口替他挡着，在丧尸堆里发出嘶吼，浑身是血。最爱的人在你的面前死去，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阿石，有人呼唤我的名字，茫然睁开眼，看见的是李记的脸。刚刚李记死的画面还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我瞬间扑上去抱住李记，边哭边说道：“不要丢下我，要死我们也要一起死。”李记从我刚刚呢喃的梦话中大概知道的我做梦的内容，心疼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永远都不会丢下你的。”我埋在李记的胸口，不敢哭太大声，眼泪晕湿了他大片的衣服。晚饭是李记做的，我的身体还没恢复，实在是有些虚弱。屋子还是很冷，李记给我的被窝塞了很多暖宝宝，热了浓浓的姜汤，煮了一碗小米粥给我，我吃得很香，在李记的照顾下，很快生龙活虎起来。天气还是很冷，打开窗帘，外面的世界已经被白雪掩埋住，零星看得到白雪上红色的血迹。我们在被窝待到10点多才起的床，太冷了，把家里最后的衣服穿上，做了一锅热乎乎的羊肉汤，没有开窗户，水汽氤氲缭绕，整个屋子也变得温暖。吃完午饭后，我正在跑步机上跑步，突然听见了门外传来砰砰砰撞击的声音。李记立即起身去厨房拿了一把锋利的菜刀。我从大门透过猫眼看到一个浑身脏兮兮的男人和瘦弱的女人在敲击着安全走廊的铁门。由于我们住在顶楼，就直接把我们这一层的安全门用铁栅栏封住了。小区外的丧尸不多，听见声音都开始往楼下聚集。你好，有人吗？救救我们吧！我们已经1个星期没有吃东西了。屋外的男人大声说道。他们是住在楼下20楼的用户，一楼往上搜索，这栋楼道几乎没有什么丧尸，所以一路也算是畅通无阻的上来了。他们知道顶楼这户人家从去年就已经开始装修，现在应该有住的有人，便想着上来碰一碰运气。结果这户人家安全意识倒是挺充分的，只能够在安全通道门外敲击。求求你们了！女人也开始哀求。我和李记没有吭声，都没有开门的打算，默默注视着男子。只见他看没有人出来，就拿着背后藏着的斧头疯狂地砍着这个铁栅栏，试图将这个铁栅栏的门打碎。但是这个门是没有那么容易被打坏的，他敲击了很久，只有几个地方留下了几道浅浅的印子。动静很大，不一会他们就听见了楼下传来的丧尸的低吼。没有办法，两个人又只能够原路返回，抓紧时间藏了起来。见到两人离开，我重重地顺着门口坐了下来。还好他们没有把丧尸引上来，虽然这个门目前来看很安全，但是也不能确保会被人为破坏。于是我和李记每天开始轮流放哨，那两个人没有再上来过，但是这件事也为我俩敲响了警钟。李记有写日记的习惯，从末日开始第1天，他就开始每天观察丧尸，写在了自己的日记本里。2049年末世降临第14天，丧尸有避光避水的特点，白天行动缓慢，夜晚敏捷，这是他最近总结出来的几个特点。我找了一些薯片坐在窗边，遮光帘开了一个小缝隙，边吃边盯着下面的一举一动。突然我看见对面那栋楼大概第11楼的窗户外面有个男子身上吊着绳索爬进了一户人的家里，紧接着传来一阵斗声，那男子身上背着把斧头。很快我和李记就看见鲜血染红了那家人的地板，那男人应该是杀光了这户人家的所有人，仿佛胜利地站在客厅窗户，朝着我们这个方向露出了一个恐怖的笑容。我赶紧把遮光帘挡住，心咚咚直跳，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见我们，那个恐怖的笑容是看到了就要做几天噩梦的程度。李记将我揽在怀里道：“别怕，我们这里楼层很高，他根本就爬不上来。”我也只能这样想着安慰自己了，也许是白天被吓到了。晚上做了很多好吃的，糖醋排骨、红烧狮子头、炒土豆丝和酸菜粉丝汤，两人还一人喝了一点葡萄酒。家里没有青菜，楼上的小苗们还没有长大，估计明年就可以吃到蔬菜了。小鸡仔们也长大了一点，温室隔音很好，小鸡仔们在里面发出叽叽喳喳的声音，门关上，外面根本就听不见。为了补充维生素，又泡了一点柠檬水，总之吃得很饱。饭后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屋子只留了一盏昏暗的灯光，对面那楼一片漆黑。男人应该已经搜完物资离开了，但是我和李记的心也提起来了，正是因为危险看不到，才更为恐怖。晚上我俩轮流守夜，用空气炸锅做了一堆夜宵，有包浆豆腐、炸薯条、蛋挞、炸鸡翅来治愈这漆黑的夜。晚上4点，我被李记摇醒，屋子一片漆黑，李记比了一个虚的手势，让我去窗边看。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我们这栋楼大概第20楼的窗户边，是中午看见的对面那个男人。他从第20楼的窗户开始往上爬，目标很明显，就是我们。我慌了神，瞬间睡意全无。男人爬行速度很快，很明显是经常这样做，夜色中像是一头潜伏在黑夜中的猎豹。李记反应很快，他去厨房热了一锅热油，就这一会功夫，男人已经快爬到第25楼了。李记快速打开窗，趁男人不注意，把滚烫的热油几乎全部浇到了男人的身上。男人惨叫一声，他没想到这户人晚上居然还没睡，全身火烧一样的疼，他能听见自己皮肤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肉已经被烫熟了。惨叫声吸引了周围的丧尸，男人忍痛抓着25楼的空调外机，李记又拿来84消毒液往下面倒，男人的身上已经腐坏了，
再倒上消毒液，男人终于坚持不住掉了下去，巨大的声音砸在地上，瞬间被无数丧尸包围。寒风凛冽，李记把窗户关好，转头看着我，轻声道：“阿石，你会怪我吗？我杀人了。”我摇摇头，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们，而且这人看样子已经杀不少的人了，咱们这也算是为民除害了。李记抱着我，身体微微发抖。李记是个医生，一直都在救人，从来没有杀过人，这件事对他来说确实有很大的挑战。让李记先去睡一会，接下来我来守夜。早上9点，李记醒了，我一点都不困，冲了2包热乎乎的胡辣汤，做了一点油条和生煎包。李记吃得很香，一直说这和他在外面买的一样好吃。我很喜欢做饭，做的饭也很好吃，也喜欢看着我做的食物被吃得很干净。马上就要过年了，但是小区外面一片雪白，除了丧尸的低吼，听不见任何的动静。末世降临第32天，今天是除夕，往常我们俩都是在外面的餐厅吃一顿饭，然后在家一起看春晚，虽然不是很热闹，但是彼此都在对方身边也很幸福。2个人过年也要有仪式感的，李记在家挂上了一些自己写的对联和手工灯笼，我则在厨房准备年夜饭喽。年夜饭我做的很丰盛，清蒸鲈鱼、油焖大虾、炸茄盒、韩式部队锅，还有包的一大盘饺子。打开 iPad 播放我俩最爱的电视剧，开一瓶饮料，除夕夜也这样温馨平淡的过去了。新年过去，吃大鱼大肉有点多了，我俩就稍微吃的简单了一点，煮一煮泡面、汤圆，很久不吃也很美味。新年后，天气开始回温，寂静的天空传来飞机轰隆隆的声音，有很大的喇叭声在不断播放。国家正在研究抗体，请各位居民务必保护好自己，在家等待救援。飞机上掉下一个降落伞，上面绑满了很多物资，掉在了小区空地上。不一会飞机飞走，人们趁着白天丧尸行动缓慢，纷纷出来拿物资。我们这才发现，原来小区里面活着的人还不少，他们出来的大部分是年轻男性，一看就营养不良。小区地上的物资很快就被抢完，只剩下几个呆呆的丧尸在徘徊。但是人们的物资也坚持不了多久，一些大胆的年轻人开始在白天开车出门寻找物资，有时候完好无损的满载而归，有时候车上的人会少几个。最近的天气不断回升，但似乎有点快了，明明才3月份，气温却高达35度。面对着这明显的异常，丧尸似乎也发生了变异。由于人类大部分不出门，丧尸食物不多，于是开始了自相残杀，优胜劣汰。新一轮的丧尸就算在白天的行动速度也很快，听力更好，并且体积更大。家里的蓄水池还好够大，温室里的蔬菜长得也很好狠，小鸡们都长成了大鸡。由于天气太热，家里不敢开窗，只能把楼顶的门打开。屋内很热，还好家里有太阳能可以吹风扇，空调倒是能用，但声音太大了。就在冰箱里冻了很多冰块，又吃了好几个雪糕，似乎才没那么热。太热了，两人都没有什么胃口，就吃了简简单单的冷面。小区里的雪化了，露出了许多尸体的残骸，近看上面有许多长得又白又胖的蛆。外面没有风，我拿出无人机，打算看看周围的情况。连接好手机，无人机从2楼飞了出去。我看着手机里的屏幕，街上荒无人烟，隔着几条街就有一堆丧尸正在聚集着。超市的大门全部敞开着，路上的汽车不知道为什么砸出一个又一个的坑，似乎没有看到幸存者的身影。现在活着是越来越难了。无人机快没电了，正准备收回来时，看到在我们楼下28楼有个男孩子对我们招手，孩子大概9岁的样子，饿得骨瘦如柴。他眨巴着漆黑的双眸，对着无人机说：“我已经很久没吃饭了。”我对着手机问他：“你家长呢？”小男孩瘪了下嘴，难过的说道：“爸爸妈妈出去找食物，都死了。”无人机快没电了，我先收回来，再用一根绳子吊着一个篮子，里面放了2瓶水、2条士力架、几条牛肉干，附带了一个纸条：“你叫什么名字？”先吃着，节约物资放到了28楼窗户。过了一会，我把篮子收上来，里面东西都没了，只有一个纸条，上面稍显稚嫩的字体写着：“谢谢哥哥姐姐，我叫晨晨，我一直在家没出门过，爸爸妈妈出去找物资，很久没回来，家里什么都没有，我很久没吃饭了。”我轻叹一声，是个可怜孩子。李杰搂着我道：“咱们食物够多，每天给他一些食物吧，也不至于被饿死。”我们没有想过要把晨晨接上来，一来太危险，二来我们也不是特别圣母的人，特殊时期活着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每天有免费的食物已经是很大的恩赐了。我和李记也不是不喜欢孩子，只是现在觉得还不需要。于是后来每天做饭的时候都会多做一点带给楼下的孩子，他家没有水，每次都把碗吃得干干净净再还回来。我们偶尔也会给他放一些零食，孩子每次都会在篮子里面放一张纸条。没有提出来想要上来的想法，这令我松了口气。末世第70天，今天是李记生日，冰箱里还有剩余的奶油，我打算给他做一个生日蛋糕。蛋糕是6寸的罐头芒果夹心，奶油上面装饰了几个奥利奥和巧克力，中间用融化的巧克力歪歪扭扭的写了个生日快乐。记，看上去也不是特别好看，但是在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已经很幸福了。李记在看书，我把蛋糕藏在冰箱，又做了李记爱吃的牛排和意面，往餐桌上一放，颇有几分法式餐厅的味道。我拉着李记来到餐厅，他看到了我做的有点笨拙的蛋糕，忍不住笑了出来，同时也很感动，亲吻了一下我的额头。我拉着他对着蜡烛许了个愿，又给晨晨带了块蛋糕和牛排，又放了一本漫画书在里面。吃饭的时候，我问李记：“你许的愿望是什么呀？”李记说：“不告诉你，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我哼了一声，李记温柔地看着我，好像我是他的全世界。我的愿望是希望阿石能够平安喜乐，我们永远在一起。李记在心里默默说道。末世第90天，开始降温，人类又迎来新的考验，下雨。连续下了很久的雨，仿佛天空被捅了一个窟窿，雨特别大，大的能掩盖丧尸的声音。我和李记在家里睡得很沉，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仿佛回到了末世之前。我醒来的时候，李记还在睡，最近都是他在放哨，估计很累了，心疼地摸了摸他的脸，打算今天一定要给他做一顿好吃的犒劳一下他。早饭我随便吃了点面包，中午做了皮蛋瘦肉粥，还有家里之前冰箱里面冷冻的烤鸡，我拿出来加工了一下，又炸了一些薯条。李记是被香醒的，我还没有来得及叫，他就从卧室走出来了。
先给楼下的晨晨装了小半只鸡和一些薯条，又给他拿了2卷卫生纸、3瓶矿泉水，还有一个小魔方。篮子在拿上来的时候，里面依然有一张写着谢谢的纸条。吃完饭后，我看楼下的情况，现在下雨依然没有停，雨很大，砸在地面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楼下的雨水已经开始慢慢的加深。我打开了电脑，玩起了之前下载的游戏。我一直都是一条咸鱼，之前的工作是一个摄影师，除了必要出门，平时都在家不出门，有时候甚至会专门在家接 P 图。性格虽然说不上社恐，但是一个比较我行我素的人。说实话，我很讨厌和别人接触，也很讨厌有人对我指手画脚，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你并没有什么资格指正我。包括李记，他一直都很尊重我的感受，从来都没有批评过我，而是一直耐心的接受。李记依然在写日记，日记已经写了80多页了，每一片都有一个等待救援。政府已经很久没有来过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明明是白天，天气却阴沉的可怕，天空黑压压的感觉随时都要掉下来。雨水已经涨到了快2楼，丧尸泡在水里，行动有些迟缓，发出嘶吼。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很久，但是对这个情况却无能为力，目前也只能够耐心等待。还好我们2个人能够互相宽慰对方。日子一天天的过去，终于在第100天迎来了军队的到来。他们开着厚厚的装甲车，手中拿着枪，丧尸听到他们的声音就跑过去了，但是还没有来得及靠近，就被车周围的人用枪给一枪击毙了。处理完丧尸之后，接着他们就从车里面拿出了几把高压水枪，放出了白色的药水。这个药水应该是消毒水，或者是抑制丧尸体内细菌的药物。死去的丧尸身上也洒满了这个药物，不一会儿就腐蚀了干净。等他们做完了这一切之后，有人用喇叭在小区里面吼道：各位同胞们，丧尸已研究出特效药，但是目前还在研制中，我们只能够暂时帮大家把市区里面的丧尸清理干净，但是外面仍有危险，请各位同胞们尽量待在家里，要相信我们国家不会抛弃任何一个人，一定会来救援大家。说完，他们就走了，在原地留下许多的物资。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希望，也十分的感动。我们相信我们能够等到那一天。我和李记没有动，家里的物资有很多，应该把需要的东西留给更加需要帮助的人。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小鸡小鸭们已经开始下蛋，温室里面的小白菜终于长好了，种的西红柿也已经在结果子了，还有很多的青菜，再过几天就可以吃。于是今天就简简单单做了一个小白菜煮面，里面还放了火腿肠和鸡蛋。很久没有吃蔬菜，喜欢吃肉的我第一次发现原来蔬菜是这么好吃。给晨晨送下去了一碗面，又装了几个煮熟的鸡蛋和4瓶牛奶。晨晨在纸条上写道：哥哥姐姐，你们也太厉害了吧。我和李记哈哈一笑。末世第150天，丧尸数量明显变少，偶尔有居民敢大胆外出找物资，但是也是很谨慎的，晚上之前就回来了。这几天李记很忙，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他说他在看书，让我不要打扰他。我就在外面看小说，玩一玩游戏，也不算很无聊。每天变着花样给李记做好吃的，这也是我打发时间的方法。偶尔还会翻出很久没有动过的毛线，打算给我俩一人织一个围巾。虽然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可以带得上，但是我还是很乐意去做这些事情的。末世第300天，李记向我求婚了。早上醒来，我就看见了屋子里面堆满了玫瑰花。因为最近天气有点反常，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楼上的温室看过了，没想到他居然偷偷种了玫瑰。李记单膝跪地，手捧鲜花，我还在床上，头发凌乱着，有一点发懵。花的中间有一个闪闪发光的钻石戒指。只听李记他说：阿石，你愿意嫁给我吗？见我被惊讶的说不出话来，他继续说道：本来我们昨年冬天就应该结婚的，但是因为病毒推迟到了现在，在我的心中你早就是我的家人了。这个戒指是我在很久之前就买的，一直没有机会给你。那么现在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阿石，我会永远照顾你，爱你，保护你。我很开心，眼泪早就已经流了下来。其实我很期待这一天，我也知道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会是在现在这种条件下。我以为我们2个肯定会死，可是现在还是活得好好的。我愿意，我愿意。我哭着说。李记把戒指套在我的手上，从现在起我就是他的妻子了。对不起，没有给你办一个婚礼，以后有机会了，我一定会给你补上。李记抱着我说道。我摇摇头，这也是我们2个人的婚礼呀，我们2个人简简单单的婚礼。我起床洗漱了一下，化了一点点妆，然后找出衣柜里面最漂亮的一件白色的裙子穿在了身上。我们放了一点古典音乐，在客厅里面跳了一曲华尔兹，又拍了许多合照，像是一对真正的新婚夫妻一样。中午做了许多美味的食物，在我们这边结婚都要做满满一大堆一大桌子美食，我也按照我们家那边的习俗做了肉丸子汤、水煮鱼片、白斩鸡、炸鸡排、炒小白菜，还有一个婚礼小蛋糕，上面用巧克力画了我们2个人的 Q 版形象。拍了照记录了许多，哪怕是这个世界最终会毁灭，但是有今天这一天的快乐，我也感觉此生无悔。我很开心，我看着手上的钻戒问李记，你什么时候买的呀？这看着还挺贵的。李记说，当然啦，这可是花光了我几乎所有的积蓄呢。灯火摇曳下，我俩温柔地注视着对方。末世第670天，人类终于等到了许久未见的救援。在这一天，天上飞了许多的飞机，飞机上的喇叭开始在全城巡游。各位同胞们，危机已经解除，现在大家已经安全了，我们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街上的丧尸已经被全面的清除了，所剩不多的幸存者开始出来等待飞机的救援。我和李记拉着手，终于也要准备出门了。我们叫上28楼的晨晨和我们一起走，第一次正是这个小男孩，好像身高长高了不少，身体也比较壮实，看来真没浪费这些天的食物。小男孩有一点害羞的挠了挠头，他很喜欢这个哥哥姐姐，要不是他们，他早就已经死了。他决定以后一定要好好报答这2位。居民们陆陆续续上了飞机，我们一行人也上了，看到了远处我们30楼的小屋子，在里面待了2年，里面还依然有很多的物资还在，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肯定有一天还会回来的。飞机迎着太阳的方向开始飞行，我们相信政府一定会有办法，也相信我们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好。我和李记手拉着手，永远也不会松开。番外
我叫樊晨晨，今年8岁，妈妈是一名老师，爸爸是一名警察。这天刚好是周末，爸爸妈妈带我去吃了我最喜欢吃的肯德基，还去超市给我买了很多我爱吃的零食，我们一家人很开心。我有点发烧，第2天没去上学，妈妈留下来照顾我。爸爸打电话让我们千万别出门，街上到处都是吃人的怪物。妈妈打开电视，刚好在播报丧尸咬人的事件，记者还没说完，就被身后刚刚被咬的人扑到了，摄像机被打翻在地，现场一片混乱。我害怕极了，缩在妈妈的怀里。妈妈说爸爸会把他们关起来的，让我不要怕。晚上爸爸回来了，浑身是血，他说这不是他的，是外面的人，上面发了通知让他们先回家。爸爸也很担心我们母子，就赶紧回来了。爸爸去洗了个澡，告诉我们这次事情很紧急，我们先清点了家里的食物，家里前几天才去买了菜，有爷爷奶奶年前送我们的2袋大米和1袋面粉，几箱牛奶，2箱矿泉水，还有几箱啤酒，一堆水果蔬菜和昨天给我买的零食和剩下的汉堡。爸爸说肯定很久都不能出门了，但是他相信政府和军队一定能有办法的。我们怀着希望一直在等待救援，等了10天、20天，到后来停电、停水、停网，我也不知道这是多少天了，家里的食物已经没有了，很多东西都发了霉，屋子里弥漫着屎尿的味道。楼下的丧尸还有很多，但是我们实在是不敢出门，眼看着最后一块发霉的面包已经被我吃完，爸爸终于准备拿出家里的警棍和防护罩，准备出门找点吃的。爸爸身手很厉害，一般我们都是趁着白天才出门，白天丧尸反应的没那么快，每次爸爸都是带了很多的食物和水回来，后面为了带上更多的食物，爸爸带上了妈妈一起，让我千万不能开门，除非有人说我们彼此约定的暗号是芝麻开门。前几次只要一有人在门外说芝麻开门，我就知道是爸爸妈妈回来了，可是后来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我每天就守在门口，期待着那句芝麻开门，可是我等了很久都没有等到。家里还有一些食物，我每天像一个行尸走肉，我很想我的爸爸妈妈，但是想起了爸爸说我是个大人了，要学会坚强，我擦干眼泪，我要照顾好自己。晚上我听见了一声很大的惨叫，趴在窗边一看，一个浑身都是血的男人抓着楼下的空调外机，看起来马上就要掉下去了。这人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坏的人，之前想来我们家要点食物被爸爸吓走了，我还看见他抢劫了对面的事物，还把那一家人全部杀光了。可是我不敢动，我力气很小，家里的食物要节约着吃，严重营养不良。我只能默默观察，就见楼上的人不知道泼了什么液体，这个男人的眼睛一下子就瞎了，掉了下去，摔成了泥。我记得楼上住着的是一对大哥哥姐姐，看上去2个人都很温柔，在电梯里偶尔碰见还会给我一些糖果。知道了还有好人存在，我的心突然就安定了下来。突然有一天，一个无人机飞了下来，我知道是楼上的哥哥姐姐的，他们还给我送了食物和水，我很感激，因为我已经马上就要饿死了。我也想过要不要自杀，但是当我把刀放在手腕处，脑海中浮现的是爸爸妈妈的脸，刀子掉在地上，我无声的大哭起来。楼上的姐姐她们似乎过得很好，有很多吃的，偶尔还会带下来几个鸡蛋和青菜，还有我喜欢的漫画书，我看着上面的搞笑情节，一点也笑不出来。今天是我的生日，可是我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爸爸妈妈，没有和以前一样的幸福，只有自己现在这样的苟延残喘的活着。但是意外的是，这次楼上的篮子里面居然有块蛋糕，真要巧啊，今天也是楼上哥哥的生日，祝哥哥生日快乐。找到家里之前剩下的蜡烛，我也许了个愿，我希望楼上的哥哥姐姐平平安安，我希望世界和平。吹灭蜡烛，我的眼泪又下来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我想找爸爸妈妈。后来的每一天，楼上的哥哥姐姐都会给我送1到2次饭，有时候是一碗小青菜面，有时候是香喷喷的咖喱饭，也会有炸鸡腿和烤鸡。除了食物，还会给我一些生活用品，还会有游戏机。有一天甚至送下来了一只小熊猫，里面写了一张有小熊猫陪着你就再也不会孤单哦。我很开心，后面的日子有了小熊猫和哥哥姐姐们的陪伴，我已经很知足了。他们救了我。今天也许是特殊的一天，哥哥姐姐们好像很高兴，送了好几次篮子下来，里面有很多糖果和小蛋糕，几瓶可乐，还有美味的食物，纸上写着请晨晨吃喜糖。我这才反应过来，原来他们今天结婚了，我很开心很开心，在窗边和我的小熊猫一起，真心祝福他们新婚快乐。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丧尸终于没了，爸爸妈妈也回来了，我们一家人去参加哥哥姐姐的婚礼，在梦里我们所有人都很开心，天气很好。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听见飞机轰隆隆的声音，政府似乎在搜救幸存者。楼上的哥哥姐姐敲门下来找我，我终于见到他们了。姐姐很漂亮，哥哥看上去也很温柔，他拉着姐姐的手，朝我也伸出手道：“走吧，晨晨。”我抱着小熊猫，拉着哥哥的手一起下了楼。真好。